西方内讧，有趣的事儿就发生了。美国已不顾盟友死活，翻脸就现在。中美博弈之下，澳大利亚恐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援引澳大利亚一位前外交官的话，澳大利亚媒体呢于近日将枪口对准美国，声称的当前的美国不准备与中国开战，却准备让澳大利亚与中国开战。据悉，这位外交官曾在澳大利亚外交部工作。那么现在呢，他透露出东海、南海等多个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都是华盛顿的错。那么我相信，澳大利亚北部的军事化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澳大利亚在不久的将来与中国发生战争，而那个时候呢，美国则可以作壁上观。这是这位前外交官的原话他表示呢，美国呢必然会通过投入越来越多的武器、弹药以及物资来帮助他的盟友，但表面上还是会保持没有直接参与实际这个战争的假象。简单来说，为了延缓中国的发展以及打击中国呢，美国正试图将澳大利亚推到与中国开战的最前端而美国这样就可以不战而胜对此呢，这位前外交官指出这么一来，澳大利亚就很有可能变成一片焦土。随着中国近些年来在多个领域的迅速发展美国为了继续维持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的确呢没少对中国进行针对和打压。特别是拜登成为美国总统之后，那么该国就更加激进，除了单方面对中国进行挑衅以外，还不忘联合多国企图对中国形成威胁。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是聪明的，至少如何让自己巧妙地规避包括核战在内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就拿当前的俄乌冲突来说，美国对俄罗斯的敌意不比对中国少，所以为了击垮俄罗斯，美国挑起了这场战争，打算利用乌克兰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频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到了今天呢，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清楚地表明，美国准备牺牲一个所谓的盟友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嘴上说是要为了盟友而战，但实际这不过就是一个理由，一个能够光明正大对抗另一个核国家的理由。当然，这也并非什么新鲜事儿，美国不止一次这么说。在两岸问题上呢，该国也没少承诺要支持台当局只是说是一回事儿，做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谁能保证美国不会在关键时刻丢下伙伴来跑路呢？线下呢，乌克兰的战争也在无形之中给澳大利亚上了一课，不要让自己被利用成为代理人。毕竟，当利害关系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的时候，美国为什么要致力于跟中国竞争？在这个问题没有准确的答案之前，澳大利亚方面必须假设，并且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美国都在利用澳大利亚作为自己在亚太的马前卒，只不过在莫里森时期呢，没有对这种情况和假象进行批评和反思。而随着新政府的上台，澳大利亚开始逐渐清醒。此次澳大利亚媒体揭穿美国的阴谋，说明澳大利亚已经在反思，继续紧跟美国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况且跟中国对着干对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而言，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回想之前呢，为了讨好美国，不惜与中国市场强制性脱钩，结果澳大利亚还是灰溜溜的重新找上中国。如今中澳关系好不容易缓和，这澳大利亚如果继续陷在美国的忽悠里，只会让该国成为中美博弈的下一个牺牲品。而这与乌克兰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呢，在美国设局让澳大利亚与中国动手之前，翻脸就是现在。美国很明显是不管盟友的死活，而这个时候不翻脸，什么时候翻脸？等到真的被设局与中国动手了，一切就都晚了。当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但凡是美国的盟友，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因为在美国眼里就没有所谓的盟友伙伴，只有他的利益。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